Hello，我是萨托利。结束一整天在基路的行程后，我们从基路搭约1个半小时的车，到了和田山站。车站附近好暗，没什么灯，也没什么店开，应该说也没什么店。我们今天住这一间看起来非常有年代感的饭店。我们是在别馆，我们要从这里走。这2张床大小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左边的床架看起来比较高级，不同款式的。这台小电视，它看起来跟电脑萤幕好像哦。我觉得它的摆设很有居家感。其实我们原本想住离竹田城基最近的竹田站，但是那附近的价位都有点高，所以我们决定住竹田站的隔壁站和田山站。这间双人房没有含餐，是8500日元。我们明天早上想要去看竹田城基的云海，本来想说要从饭店这里叫计程车过去，但是刚才在 check in 的时候发现饭店有合作的车可以到我们想去的丽云峡，这个一个人来回是2400元，而且里面还有含300元的丽云峡协力金。丽云峡在竹田城基对面，可以远眺整个城基，运气好的话能看到竹田城基被云海包围的模样。现在早上5点，我们要下去集合了。人少的话可能是计程车，人多的话会是巴士。刚才司机大哥说，包括我们全部有7个人。すいません。はい。ここに来ればいいですね。はい、ここでお待ちしてます。はい。我们搭20分钟的车到了丽云峡登山道入口。我觉得雨越下越大，司机大哥还给了我们协力金的券，代表我们已经付了协力金了。司机大哥还借我们手电筒，因为他说这上面没有灯，所以有手电筒会比较安全。从这里走到最上面的展望台要40分钟。我们走15分钟到第2展望台。那云海位置怪怪的，在城的上面。我们继续往上走。最容易发生云海的季节是10月跟11月。刚才司机大哥也说，他们这个跟饭店合作的车，10月跟11月都会每天开。现在第1展望台蛮多人的。早上6点，大家都好早起床。大家都说这个云海飘过来，看云海会不会飘过来把城包围？在最上面还有一个丽云峡展望台，我们走到最上面去看看。最上面的展望台视野最好。刚才第1展望台就会被前面的树挡到一些。看到有北北马上call到下面的朋友，叫他们赶快上来。赶快上来，这边比较清楚。光知道天望所，有云海的时候，你看起来就会很像走向云海。云海发生的条件主要有4个，跟前一天的温度差10度以上，然后没有风，天气好，湿度高。我们今天天气没有很好，跟前一天温差也没有很大，但是没有风，而且湿度很高，所以云海还是出来了。
虽然云海没有把城基包围，但是能看到云海，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现在变亮了，我们等一下到下面展望台看看。其实这丽云峡好像是樱花很有名，我看这旁边的树啊都是樱花。这里也是一个樱花。旁边有夫妇圆满的圣地，这个是夫妇块，右边的块木像妻子，它像在支撑巨岩，保护丈夫跟小孩。人家丈夫呢？我们走回第二展望台了。这边看起来和城比较平行，对，视线上像是平行。我们走回第三展望台了，因为它比较矮，所以现在反而有云海在城下面的感觉。是因为这样吗？还是云海飞过来了？真的。觉得没有下雨真是太好了。我们刚才一走到最上面的展望台，雨就停了。进来的时候，撑雨伞拿手电筒，很像在深山探险。云海多的时候超漂亮的。它不仅云海多，还没有把城基盖住。云海主要时期是9到11月，但是最主要的是10月跟11月，大概从天亮到8点为止，应该都可以看到云海。然后我们刚才就先走到第一展望台，再慢慢走下来。我们来搭车。我们请司机大哥让我们在竹田站下车。从丽云峡大概开不到10分钟就到竹田站了。从竹田车站这边有天空巴士可以搭，可以搭到竹田城基。我看从竹田城基走20分钟就可以到城基里面，但是因为它第一班车8点40分，有点晚。我们现在才7点34分而已，所以我们就想说直接用走的走上去。要走到竹田城基有2条登山道可以走，我们想要走这一条，在车站后面的登山道，大概走半个小时。还有一条，这条好像比较险峻，他说有460个阶梯，要走40分钟。天空巴士的竹田城基站在这边，从这边走到城基里面大概要20分钟。上上がる道があるでしょ。あれをずーっと上がったり。そのボタンいける。いくいく。わかりました。先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连竹田站都做的有城基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刚才我们在找登山道，然后北北还很亲切告诉我们要怎么走。他说要过铁轨之后绕到右边。就是我们要绕到竹田车站的后面去啊，但是因为从车站不能直接过去，所以我们要先跨越一个平交道。铁轨旁边的围栏，感觉除了一般的围栏以外，它又在外面放了木头，感觉就是一般的一片，然后它外面又再放一片木头。我们从这边过去。我们要走右边这一条登山道，这户人家有 Kitty 跟皮卡丘。
找到登山道了。从车站走到这个入口，比想象中还要花一些时间。其实它就刚好在车站后面，只是因为我们还要去绕那个平交道走过来。对啊，绕了一圈。从这里走800公尺。刚才爬丽云峡的楼梯，已经让我的脚觉得有点酸痛了。结果现在又要来爬山。怎么还是800公尺？我看到吉祥物头上有云哦，可能会有鹿或猪跑下来，所以一定要把门关起来。我觉得我们已经走好久了，结果还有200公尺，我们在100公尺就要到了，最后的一段路了。見せるところありませんので、お持ち帰りください。はい。じゃあ左側の階段ですね。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乘机的入城费一人是500元，我们的票，看那些年票1000元呢。你来2次就回本了。我们从这边走上去乘机，刚才卖票的服务人员还跟我们说，爬这个登山道辛苦了。这里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明天会比较漂亮云海。他说因为明天是好天气。在这里看云海的话，就是像这样子，然后旁边都是云海吧。可能看不到下面的树。那你下面有写说不能在这边搭帐篷。怎么会有人在这里搭帐篷呢？可能有些人有过这些想法。这些石头全部都没有经过加工，就是维持最自然的模样。他说顶多就是把它切一半而已。很厉害，用天然的石头，用它原本的形状做出堆叠出来的。而且他说这些沉积，它经过地震啊、阪神大地震，还是可以这么的稳固，还能保持现在这种模样。如果这边都云海的话，你早上坐在这边看，你就可以坐在这里欣赏云海。前面这里是丽云峡，我们刚才就是在这上面，然后走光之通路，瞬间移动来这里。根据记载，竹田城建于1443年，1580年被羽柴秀吉攻下。据说留存到现在的石墙遗迹，是最后一任城主赤松广秀整顿完成的。这边是本丸天守台，因为这边是单行道，所以走过去就会一路这样走到出口去了，动线很顺畅，对，不会迷路。那你早上不会迷失在云海之间。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早上有云海的时候人会比较多，现在都没有人。そしたらカメラの今設定オリジナルなんですよ。オリジナル。隣のビート、でこれを消しますのにこうしてください。はい。これでね、青空見てください。ほうほう。綺麗。綺麗でしょ。はい。これはより鮮やかに撮る。
平行目線には遠近感が出ないんですよ。はい。遠近感ですか。はい。例えば緑も一部取るけども、青空を取る。今もうこの時間雲海ないから、これを石垣と青空。この青空がワン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これが引き立ててくれますから。で、写真はこういう撮り方したら変化がない。下からこう撮るとかね。そうそうそう、こういうふうにね。ぜひ自身の目で、自身のカメラで、自身のスマホではい。見たいと思います。ちなみに雲海はいつ頃が一番見やすいですか。11月。11月ですか。質の良い雲海になるかどうかいうのがね。関西の方？台湾から来ました。あ、台湾から。はい。あ、そうかそうか。もうええやん、飛んできてら。はい、直接台湾から来たの？今東京で働いています。そこに福苗さんというね、旅館会に泊まれるとこ。はい。お母ちゃん台湾の人やからな。あ、そうなんですか。日本人の結婚しておるから。あそこ結構台湾の人が利用するんよ。はい。知らなかったです。お母ちゃんがもう向こうの言語で喋れるからさ、はい。いろんな情報を聞き出す。今まで撮ったやつでビビッとで撮ってないやつも編集できるの知ってる？そうですね、編集編集したら、できます。いろんな撮り方をトライしたら、どんどん腕が。台湾に行ったら、この人はすごい人ね、有名人になるかと思った。觉得这里的导览员北北们都好亲切哦，每一个都好会聊。对啊，而且一看到你上来就先大声跟你打招呼。刚才爬山爬一爬太热，把外套脱掉，但是到山上风吹过来还是很冷，就赶快把外套穿起来了。风还是蛮大的。所以今天没什么太阳，所以又更冷。竹田城建在海拔353.7公尺的古城山山顶。由于古城山看起来像一只卧地的老虎，因此被称为虎卧山。竹田城也因此有了虎卧城的称呼。我们走到出口去，我们从出口这里大概要走20分钟才能到搭巴士的地方。这一条是有很多楼梯的登山道，应该是有团体课，他们应该也是巴士停在等巴士的地方，大家一起走上来。看起来好像会掉下去，但是又没有掉下去的不可思议岩石。所以我们还要再往前走一小段。对，我们还要往山城之乡的方向再走一小段路。但它写在地上，写得很大，告诉你巴士要在前面搭。从竹田城基里面看云海，就像这样，很像被云海包围。真的看不到城镇哎。我们搭10点25分的车，回到竹田站是10点40分。我刚才以为上町就是竹田车站的站，结果好像是它的前一站。这车站还要往前走3分钟。难怪刚才查地图想说车站到底在哪里。我看到一间面包店，虽然我对面包很有兴趣，但是我们查到的那间店有淡马牛可以吃，是这间吗？如果没有写营业中，也不会觉得这是一间餐厅哎。真的有在营业吗？这一栋是旧医院，现在变成一个餐厅，然后还会展示市民的作品。怎么没有淡马牛？说好的淡马牛呢？
因为这里原本是医院，所以这应该是原本医院的牌子。这里有在卖手工饼干，然后牛奶盒做成弹珠的轨道。哇，它绕一个8字形。原本查到这间店有卖淡马牛的定时，但是现在没有了。我们点了1碗咖喱乌龙面跟1碗肉乌龙面，它的面还蛮 Q 的，真的咬起来有嚼劲，肉还蛮多的。你吃完1碗乌龙面，你有饱了吗？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走回刚才那间面包店，我真的很有兴趣。命运的安排。还好刚才我们在前一站下车，才让我看到它。淡马牛寿喜烧三明治，还有猫咪吐司，还有面包小偷。内用的座位在2楼。它现在面包不多，不知道是都被买完了，还是本来种类就这么少。点了一杯热红茶。感觉就是面包上面撒杏仁片，这个面包它的味道没有很突出，里面好多东西。就是它里面会包果干，它果干还蛮多的，我随便咬一口都有。到竹田车站来搭车，吃饱恢复体力后，我们要搭车前往下午的目的地了。谢谢大家看到最后，我们下支影片见。